欢迎收看今天的100万美金系列，兄弟们。如果说你在街头遇到以下6个女生的袭击，你可以选择逃跑，但是逃跑之后没有任何奖励，而且你还不一定跑得过这几个。但是如果说你能战胜其中一个的话，你就会获得100万美金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也不提示了，大家直接看面相做出选择吧，到底是老1、老2、老3、老4还是老5、老6？但最后要提示大家一下，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外表所迷惑。OK， 兄弟们，大家都选完了对吧？我会把这6位选手战力由高到低做一个排行，看看这6个人到底谁最强，看看你能不能拿走这100万美金。首先最强的毫无疑问是6号母狮阿曼达努涅斯，母狮毫无疑问是 UFC 女子量级最伟大冠军，女子量级的 GOAT， 统治力最强的冠军。论实力 UFC 女子量级2个最大的级别，雏量级和羽量级，她是这2个量级的双冠王。论统治力，这2个量级的高手都让她干绝代了，打谁都没有悬念。要不是她退役了，我都感觉女子大级别真的让她干黄了。看她的比赛只能用震撼来形容，你见过女子量级一拳给人打飞的场景吗？甚至说我都认为她就是有史以来最能打的女子，太猛了，势不可挡，猛的跟个男的一样。一般的男子选手我都觉得不一定能拿下母狮，而且母狮的做派非常像一个男子，有漂亮的老婆，有可爱的孩子，他的行事真的非常爷们儿。选6号的朋友们，那不好意思了，等死吧。第2名则是5号，看似非常温柔、异域风情的女子，她的名字叫瓦伦蒂娜·舍普琴科，绰号子弹。她是 UFC 无可争议的第2人， UFC 银量级最有统治力的冠军。她在女子银量级是2次夺冠，9次卫冕，也是打遍了女子老中青3代。去年张伟丽挑战双冠王就是挑战她的王位，不过她还是更狠一点。以37岁的高龄军训的张伟丽5回合统治力完全碾压。子弹不止实力强，技术全面，他的性格也是非常高傲的。如果说你选择子弹的话，那他大概率也不会手下留情，会狠狠的揍你。第3名4号隆达罗西是我认为最漂亮的女子格斗运动员。罗西毫无疑问是女子量级最出圈的运动员，堪比女子量级的嘴炮康纳，而且不光人家长得漂亮，实力也非常的强，号称十字固女王。地面确实非常的强，只要是到地面那咔嚓就是一个十字固。但是当时 UFC 刚设立女子量级嘛，技术不太完善，战力比较糙一点。不过罗西的级别大，出量级，而且实力确实猛，统治力确实强。早期的比赛几乎都是秒杀，但隆达罗西还是比较温柔的。虽然说我认为罗西的实力是第3名，但是你只要是看他，你温柔点，你夸她长得漂亮，说不定还能少吃点苦头。第4名我认为是1号，这个紫头发的女孩，看着很漂亮很温柔对吧兄弟们？但是吧，其实她是张伟丽。伟丽姐的实力不用说了，毫无疑问夯爆了，草量级的女王， UFC 女子量级有史以来最全面的选手之一，真正的打摔肉无短板的选手。但是跟前面比吃亏的就是级别太小，草量级是 UFC 女子量级最小的一个级别，当然也是竞争力最激烈的一个级别。张伟丽称霸草量级这么多年，硬实力该级别断档第一，咱遇到她指定是完蛋了，那花样龙都让练废了。不过伟丽姐人非常好，虽然说擂台上看着很吓人，但现实挺温柔的。据传是个淑女啊，我觉得碰到伟丽姐也没啥事儿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看她我就跪下给她磕头，她肯定不忍心揍我。第5名的话，我认为是1号格拉索。格拉索长得是太漂亮了，她简直就是 UFC 甜妹的天花板，实力这方面也没得说，前 UFC 银量级的冠军，而且是裸脚子弹赢的冠军，含金量拉满了，那可是赢过子弹的女人啊！唯一一个终结子弹王朝的选手，战力和柔术都是这个量级最好的选手之一。而且格拉索的脾气也好，爱笑的女孩脾气她都不会差。格拉索的实力确实很强，普通人想赢她那基本不太可能。但是吧，主播头铁一会儿，我就选5号了，我要检一下她的地面技术，大不了被勒死，兄弟们，这个无所谓了。至于说最弱的，那就是第6名，毫无疑问3号了，东北于姐。于姐的吨位绝对是这6个人里面最大的那一个，1.8米的身高，100公斤的体重，而且天天干农活，包玉米、扛羊，各种脏活累活都能干。就于姐这个身体素质，我说白了，比一般的男生都要强不少。就那个油锯，光头强都得2个手拉，你于姐单手就能拉。于姐硬实力这方面，我说白了，普通男生真不一定干得过她。但是毕竟没接触过职业的格斗训练嘛，前面的5个肯定是干不过。不过也够普通人喝一壶了，那实力确实硬，那大汗脚。不过我应该没啥事，我是自己人，我还买过粉条呢，应该不会揍我。OK， 兄弟们，这就是我认为6个关卡难度排行，大家有没有信心拿着100万呢？